经可以下船活动了。看来这段时间你对昊天秘技的领悟略有小成。老师，昊天宗与祠堂旧怨难消，为避免争端，麻烦为昊天宗弟子安排另一个住处，不要与唐门弟子接近。唉，眼下战局焦灼，只好行此权宜之计了。你说什么？大供奉命你返回教皇殿，嘉陵关由我们接管，还要我再重复第2遍吗？二供奉，你不要忘记，我才是武魂帝国的最高统治者。放肆！李壁东，我看是你忘了，长老殿有权罢免教皇。你看看你给武魂帝国带来了多大危机！今天要不是我们及时赶来，恐怕嘉陵关都要被天斗攻破了。但是这件大错，我们就可以废掉你的教皇之位。大供奉只是让你返回教皇殿自省，以示手下留情。你还敢违抗？难道你想让大供奉亲自来和你谈？以千道流目前的实力及在帝国内的威望，若他真的来到嘉陵关，形势只会对我更加不利。不如…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好，我这就返回教皇殿。娜娜，我们走。这个女人可真是野心十足，若不是搬出了大供奉，恐怕她还要赖在嘉陵关。若是大供奉真的能来嘉陵关就好了。只要少主能完成天使9考，成就天使之神，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。我们武魂帝国在少主的带领下，必能横扫大陆，完成统一大业。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为我牺牲。傻孩子，传承之门必须由大供奉献出生命来开启，这是我注定的宿命，你不必为我感到悲伤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足足100年，小雪，我很高兴，终于还是等到了。不，爷爷。小雪，你现在不可能阻止我。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天使神殿，你将让这里光辉重现，让天使重回人间。斗罗大陆已经很多年没有神出现过了，我的后人终
终将成为大陆的最强者，带领武魂帝国走向巅峰。小雪，你是爷爷的骄傲，一直都是。不要！小雪，离成就神级只差最后一考，无论承受多么大的痛苦，你都一定要成功。我把天使一族长久以来的使命都托付给你了，小雪，原谅爷爷，一直把如此重的责任压在你的肩上。如果降生在普通人的家庭，也许你会活得更简单快乐吧。原谅爷爷，不能陪你走下去了。恢复了。小五，让你担心了。只不过，为了尽快成就海神，恐怕我们要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可是，哥，你成就海神，不是还需要我们吗？我们还要和你一起完成海神考核啊。那是当然了，不但你要去，戴老大他们也都要去。不过，在那之前，我要先去一趟星斗大森林，给昊天锤加上魂环。你呢，先去我们约好的海边等我会合，然后一起去海神岛。这么快就要分别了？你大概什么时候出发？就这几天，我想再把爸教我的大须弥锤功法巩固一下。北风烈烈天地暗，一夜将心一线天。此句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宗主，禀宗主，药堂弟子和昊天宗弟子打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半刻钟前，药堂与昊天宗的2名弟子因口角相争，后来越闹越大。几位堂主也传令下去，今夜唐门与昊天宗弟子进行军事演习，其余天斗士兵须按正常作息休整，如有违抗，军法处置。是。老山羊，冷静，不要冲动啊！唐昊，如今你昊天宗虽与我唐门药堂同在军中，但这并不代表当年的事就这么算了。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没错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就是。杨前辈，当年的确是我昊天宗有错在先。您放心，当年的事，我们定会做出补偿。补偿？说的好听，我胞弟都死了，你怎么补偿？杨长老，放火！不，宗主。恩怨由我的父母而起，若将此视为过错，父母之过自当由我这个做儿子的来承担。杨长老，如果你要恨的话，就恨我吧。宗主，属下断无此意。老山羊，
我知道无双的事让你很难受，但是一码归一码。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武魂帝国呀！大家过得再艰难，这么多年也挺过来了。眼下正是合力抗敌的重要阶段，咱们可不能肆意妄为，给唐门添麻烦。其实我又何尝不明白，是武魂帝国欺人太甚，但昊天宗于危难中弃附属宗门于不顾，实在让人心寒。事到如今，我们该如何再次信任他们？我明白，信任一旦失去，便再难轻易赎回。昊天宗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用行动证明我们改变的决心。我可以为大伯所言作保。其实，昊天宗当年并非有意抛下四宗，在闭门前，昊天宗曾派出一批弟子前往附属宗门，却被武魂殿袭击，以致全军覆没。其中也包括七长老的独子。七长老因此消沉多年，直到小三带着昊帝回归，20余载的心结才终于化解。在这场动摇全大陆的阴谋战事中，我们都失去了很多家园、亲人、朋友。如今强敌在前，我希望唐门与昊天宗可以放下往日种种，团结一心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守护大陆的和平。宗主，今日之后，我老山羊和昊天宗的仇恨一笔勾销。只要他们愿意认可我们，昊天宗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为了杨长老，为了七长老，为了所有人，不再失去。为了唐门，为了昊天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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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唐门，为了昊天宗。昊天宗与唐门四堂的恩怨终会慢慢消解，这样一来，我也能放心启程了。保重！这片被战火蹂躏过的土地，沉睡了众多无辜者，生灵在强者贪欲驱迫下，互相仇杀，亲手摧毁彼此相守护的美好。嘉陵关内强敌林立，只有尽快成神，我才能保护自己真实的一切。
小五，放心吧，三哥死去行踪隐秘，不会有事的。等他补全昊天锤的魂环，就会到海边跟咱们会合。以三哥的实力，一定没问题。在出海之前的这段时间，我也要努力修炼，提升实力。成神之路上困难重重，哥既然选择要走下去，那么我也会陪他一起面对。还有我们，别忘了西怪一体。嘿嘿。这帮小怪物，一个个都长大了，我这个老师也帮不了什么，只希望他们都平平安安。放心吧，他们会没事的。等战争结束了，我们就和齐明一起回家，回咱们史莱克。小雪，离成就神迹只差最后一考，无论承受多么大的痛苦，你都一定要成功。我把天使一族长久以来的使命都托付给你了，小雪，一直把如此重的责任压在你的肩上，原谅爷爷，不能陪你走下去了。这就是爷爷我生命开启的传承之门。你若在此放弃，就真的对不起爷爷的牺牲。你闭嘴！是你杀了爷爷。如果恨我能让你好受一些的话，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？我能出现在这里，意味着天使神承认了我的存在，我实现了你的欲望，我就是你呀！不可能！再怎么渴望成神，也不能以牺牲至亲为代价。如此卑劣的欲望，不应该存在。那就走进那扇门，去成就一个无情无欲之神，去站上大陆的最巅峰。这不就是爷爷和你共同的期望吗？爷爷，斩断七情六欲，方能成神。这里漆黑一片，什么也没有。地球考的内容是什么？天使神说，我的心中有3道难以跨越的障碍，到底指的是？爷爷？难道第1道障碍指的是爷爷？不，我明白了，是爷爷的牺牲。背负着至亲之死，该如何向前？
这就是天使神给予我的第一道考验。既然我已经进入了传承之门，就绝不会放弃。无论是为了爷爷的遗愿，还是为了斩断我心中的阴影。千仞雪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坚韧得多，难怪他会放心把一切都托付给你。大供奉忠心侍奉多年，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愿星光指引你抵达太阳的所在。这是爷爷的回忆。爷爷，啊！唐晨，你是我千道流此生唯一承认的对手。看来，你我今天还是不能决出胜负。我一定会击败你，哪怕有生之年我做不到，我的后人也会替我完成。唐晨，昊天锤，原来我们天使一族与昊天宗早有渊源。爷爷从那时起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。唐三，你曾带给我的失败与耻辱，终有一天我会向你讨回，无论是为了爷爷，还是为了我自己。要完成海神第8考，必须将双武魂修炼到9环级别，并集齐全部魂骨，击杀深海魔鲸王。如今昊天锤武魂已经有了3个魂环，此行只要将魂环总数提升至8个。至于最后一个魂环和魂骨，可以等猎杀了深海魔鲸王之后，从他身上获取。接近100万年级别的魂环和魂骨，定能大幅提升我的实力。届时对抗武魂帝国又多了一份把握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为昊天锤武魂再拿下5个魂环，而且最好是从力量型魂兽身上获取的，这样对后面修炼大须弥锤就有了一定的助力。前方有危险的气息。好可怕的腐蚀气息！森罗万象，这是领域，而且还是黑暗属性。一般来说，在魂兽世界，除非是顶级魂兽，否则只有修炼到10万年才能进化出自己的领域。而这只魂兽的修为，明明只在65000年和68000年之间。幸好海神3叉戟的神圣气息和水光霜属性，
对黑暗领域有极强的克制作用。如此级别就拥有了领域，其实力应该不亚于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。这是暗魔邪神虎。他可真傻，百级成神只是你用来拒绝我的借口，他却信以为真。毕竟他不知道，我们身为神的大供奉所必须肩负的宿命。其实，我很羡慕他，自由、强大，可以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可以跟他走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就是你来海神岛的原因吗？但你知道的，我们站在离神最近的地方，享受着神的庇护，自然也应该回报。你心中最重要的，永远是天使神，不是吗？你说的对。我无法放下我心中的责任。我开始明白，你为何不告诉唐晨传承海神神器的方式了。你不希望他被束缚。如果要他背负着所爱之人的死亡，痛苦地活下去，未免太过残忍。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成神，但那条路的孤独与艰难，你我都很清楚。或许吧，但如果有一天，我选择的继承人也要踏上那条成神之路的话，我希望他不要视此为痛苦，而是带着我无法放下的责任和想要改变的希望，坚强地走下去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带着您的愿望，坚强地走下去。我会成为世间最强者，击败唐晨。如果他已经死了，他的后人也定会败在天使剑下。
竟然可以调用天使神的部分神念。与唐三一战，老师身受重伤，此行绝不能再出波折，尽量选择平稳的路回武魂城。如今千军降魔被唐三重伤，天斗又有昊天宗加入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固守嘉陵关。老师您放心，三哥已经踏上了成神之路，我们几个也绝对不会懈怠的。唐三，既然你也选择了成神之路，那就看看你我之间究竟谁能走到最后。制邪之力，如今一看，这股邪恶之力竟然能抵消掉海神之光。看来老师当初提到的传说，也许是真的。传说，当白虎被邪恶之神占据身体后，就会生出代表着堕落的黑色双翼和如同蝎尾般的邪神钩，而其原本的光明属性也会被转变成制邪属性，而这样的属性正是人类的身体远不能承受的，因此世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暗魔邪神虎武魂。既然拥有如此奇特的属性，为何古籍上却说这种魂兽在大陆上几乎绝迹了？暗魔邪神虎本身的修炼过程极其困难，只有靠吞噬魂兽或人类魂师才能快速提升实力，因此森林中其他魂兽为保全自身，便会趁暗魔邪神虎未强大之前，将其彻底毁灭。对于这种强劲的魂兽，想击杀它应该没那么容易吧？这种魂兽天生拥有越级挑战对手的实力，万年级别的暗魔邪神虎甚至可能战胜10万年级别的魂兽。可惜的是，古籍上对暗魔邪神虎的记载并不详细，至今为止，没人知道它的技能究竟是什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在魂兽世界中绝对是最顶级的存在。据说暗魔邪神虎修炼到极致，是极有可能成就邪神的。好强的威慑力，魂骨有能量波动，我感觉这并非来自朋友之间，而是充满了敌意。难道大明、二明认识这只暗魔邪神虎，甚至与他交过手，想用制邪之力限制我的行动？蓝银领域，他在找我的破绽。好聪明的魂兽，难怪能活这么久，并修炼到如此境地。如果大明和二明的联手攻击都奈何不了这只暗魔邪神虎，接下来这一战必须加倍小心。风属性的能力，难怪速度这么快。以我的精神力，我现在无法锁定它的位置。操控半空气流，
瞬间改变攻击方向，驾驭方的技巧十分娴熟，冷静、果断，再加上瞬间的爆发力，这头暗魔邪神虎比想象中难对付得多。刚刚那一系列攻击，只是在试探我的实力，真正强大的技能，他还没使出来呢。天使神，这第一道障碍，我已跨越了。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身上的伤也痊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比比东，他现在不是应该在进行天使考核吗？难道这里就是？告诉我，我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怎么，你想替他报仇？那么告诉你也无妨。千寻疾是我。你怎么能？那是我父亲啊！比比东，我恨你！你怎么不配做我母亲？那又如何？你爱恨与否，我并不在乎。再者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
也根本威胁不到我。是吗？那么在嘉陵关被人剥夺权力的滋味如何？你知道？我明白了。千道流一直在利用我，在我费尽心思建立帝国，让天下即将归一之时，他却授意六大供奉夺走我的权利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成为帝国真正的主人。明白的太晚了。在这个世上，只有我才能带领武魂帝国统一整个大陆。至于你，会一步步的失去自己最在乎的权势，然后感受到什么是痛苦的滋味。狂妄！仙人雪，如今天斗有昊天宗相助，你以为靠几个供奉就能对付得了他们？如果没有了我的帮助，仅凭你现在的实力，恐怕还打不过唐三。有你，我一样可以赢得了唐三，等着看吧。那就先试试看，你能不能超越我？死亡领域，天使领域。你的实力就只能到达这种程度，是魂珠皇第8魂技，生机一幕。绝对不能输，更不能输给他。在试探中将自己的能力掩藏，真是狡猾的家伙。接下来，无论如何也要逼他使出技能，否则我的处境就太被动了。第3魂技，蛛网束缚。想逃没那么容易。风属性的切割和赤血属性的腐蚀，能不能破开比蓝银皇强人1倍的蛛网？竟然还有雷属性！糟了，精神探测被直接搅碎了。先握左腿魂骨技能，古今
碎牙斩，所有攻击都落空了。就怕你不攻击，所以我故意落空，引你使出技能，只要攻击就能破绽让我锁定你。蓝银金魔之射，击中，3秒晕眩，压毛绿，呀！好邪恶的奇形，邪恶、风、雷3种属性集一身，着实难对付。他为何能在眩晕的状态下原来如此，他瞬间爆发的黑色气流，应该是他的防御。他计算之准确，对形势营造之精妙，却能瞬间出色控制性的是，攻击相信非常简单。第13级第1式无定风波。13级第2式千载空幽。天赋异禀，也没能抵挡住我的神技。伤到你了，那我就集中力量，一鼓作气击败你。天青迟钝神爪。我上当了。什么？这难道是他的第2个领域？暗魔邪神武很聪明，一直都在算计我。在我先后施展2大技能之后，出现了短暂的魂力真空期时，他将全部实力爆发出来。其次，我不应该用他可能熟悉的大名的技能攻击他。最后，就是不该小看了他的邪神功。竟然也被卷入了自己的领域。
生死竞技场，一方死亡，方能结束这场生死之战，脱离本空间。